我现在宣布，解除于有为研发中心的主管一职。哎，等等，丁总，丁总，你一句话就把于为撤了，我不服。对，不服！我们也不服！怎么，想闹事吗？我们不是闹事，就是想讲讲道理。你这是讲道理的态度吗？丁总，这就是您刚才的态度。我知道你跟于有为的感情好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这件事最好不要掺和进来，要不然连你一块儿罚。有为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您别吓唬我，大不了我不干了。对，就是不干了，还不干了？对，我们也不干了，怎么了不起的？丁总，我看要不算了吧，还是让于队继续做研发主管。于队，你也不想看大伙儿都丢了饭碗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好吗？好，我可以不撤于有为的职，但是他必须交出 AJ6的所有数据。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可以？不行啊，对，这绝对不行！我们怎么可能交出去呢？弄了这么多事情，你为的就是这个吧？可以这么说，我给你个台阶下。有为，这是大家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，你不能交给他。对，就是，这是我们的心血，对，不行，给他，不能给，绝对给他。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有为，难道你真想看大家因为你一个人，把工作都辞了吗？你忍心吗？好，明天我会把所有 AJ6的数据都交给你。啊，这为什么？有为，这怎么大家都会听你的？这是我们的心血呀，这是。如果说要是让我查出来泄密的事情是跟你有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如果你还有这个机会的话，你最好看好身边的人，说不定那些口口声声追随你的人，就是出卖你的人。走。有为，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不告诉我？没什么事情，没什么事情，你都进了医院了，还说没什么事情？真的没事儿的。以前在渔村的时候，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还有过。有为，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没有，我只是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。哎，有为，你听我说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弄疼你了吧？没事儿。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有为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是不是答应了丁池交出 AJ6的数据？幸好这段时间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。我的情况你这么了解，这么清楚，保不准我也会怀疑你的。有为，我是认真的。是的，我马上就会把数据交给丁池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丁池拿到以后就会立马卖给你爷爷。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
有位。啊？他终于肯交出来了。是啊，他还是嫩了点儿，哪像你呀，手段老辣。只要他把东西交出来了，我立刻和您联系。韩叔，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好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是个干大事儿的。爷爷，哎，好，那先这样，回头我给你电话。回来了。爷爷，谁是做大事的人啊？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没有谁，一个朋友。哎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很漂亮，喜欢吧？喜欢，送给你了。谢谢爷爷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丁池拿到以后就会马上卖给你爷爷。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？很快你就会知道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回头我给你电话。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没有谁，一个朋友。都在这儿了。你说你要是早点把它拿过来，也不会惹那么多事儿了。拿来。什么啊？哀家做手术的证据。我删了。我之前给过你机会，你拒绝了，你这就不能怪我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把资料拿过来，无非是保住那些人的饭碗。那之前的我们的交易作废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信守承诺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咱们得一码归一码呀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压根儿就斗不过你。我也一直都明白，只不过一直在苦苦坚持。我是谁啊？想想还真是挺可笑的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被爷爷承认的黄毛丫头而已。就凭我的能力，我怎么可能跟丁氏只手遮天的代理董事长斗呢？其实，我只不过是想要回家。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得到丁氏所有的财产。我只是希望跟我的爷爷、爸爸可以团聚。我希望可以孝敬他们，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也没有想针对你，只是每一次你恰巧的就妨碍了我。不过，等到这次计划完成之后呢，你回不回家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我爷爷、我爸都是你的家人，也算是你的亲人。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，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，你这么做值得吗？你不懂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走吧。走啊！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，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，这么做
值得。老秦，你干什么？你先回来，回来，有话好好说。老弟，啊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再借我10万，就当帮帮兄弟我了。老秦，你听我说。老秦，你别过来，你别冲动。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凑那么多钱呢？连你老丁都不帮我起大冲，已经没人可以救我起大冲了。老秦！你们谁都不懂我心里的痛。尤薇，你在哪儿？让我来。石薇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姐，我让她受委屈了。我不应该不听她的话，应该相信她。我还跟她闹脾气，我知道是我不好。如果你醒来的话，给我一个耳光，把我打醒吧。尤薇，对不起，被我说中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我爷爷会做这种事。他是你的爷爷，你当然会相信他了。我知道你还在怪我，但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。丁池已经把资料给我爷爷了，如果不做点什么，我们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就算做什么，也来不及了。尤薇，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说这种话吗？反正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。于有为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现在就去阻止我爷爷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把资料销毁，我不会让他做任何伤害丁氏的事。干嘛？你真是个傻瓜！你傻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啊？其实我早就防着丁池呢。我在给他的数据里面做了手脚，关键的几项都不对的。啊？你刚才在演戏呀？谁让你这么长时间都不理我的？我不吓唬一下你，我对得起我自己吗？
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对不起有用吗？那我现在不高兴了呢。那你想怎样啊？给我跳个舞呗。跳一个嘛。在这里。好，好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它了。哦，对了，之前丁池给我看过幼美当年做手术单子的照片，我只看到上面的医生姓袁，其他的没看见。那个医生不是姓王的吗？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找到真正的医生。你确定幼美她看到单子会相信吗？他比任何人更在乎自己的身份。如果他怀疑之前那个资料是假的话，他肯定会找丁池拿真的。还有，他会找那个医生封口的。到时候我们跟着他找到医生，证明你的身份就有希望了。有道理。什么时候寄来的？刚才。丁爱佳，你动动脑子，我怎么可能把这些信息写在上面呢？这只是做圈套的道具。上面的信息都是假的，他们根本做不了什么文章。姑姑，我知道这肯定是假的，可是，我希望你能把那份真的处理掉。这个，就是你当年做手术真的医生诊断书。美佳，这样一直跟着他吗？丁池肯定把诊断书已经毁了，他也未必是去医院。我们这个样子要跟到什么时候啊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如果他心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憋不住的，而且是关系到他身份的事情，他肯定会去。谢谢啊。太感谢了，不用谢。
再见。知道你很想把档案抢下来，可是那样会打草惊蛇，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心！档案被烧毁了。 能够证明我身份的文件又少了一份，说不定还有备份呢。对，我们去档案室。你好，护士小姐。你好，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啊，我是刚才那位丁爱嘉小姐的助理，我想问一下，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在刚才那个档案袋里了吗？嗯，都在了。那还有备份吗？ 那电子档案呢？没有，因为那些资料是很早以前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用电脑。护士小姐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丁小姐想知道当年开刀的医生在哪里，丁小姐想当面谢谢他。元朗副院长他早就退休了，你们千万别去找他给他送礼，不然的话会被赶出来的。啊，谢谢。 本来还有一线希望的，可是刚才那个护士说，那个什么副院长叫元朗的，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接触。他愿意帮我们吗？刚才护士小姐讲，那个医生很有原则，那就证明他很正直。只要我们的理由足够有力的话，我想他一定会帮我们的。那我们的理由足够有力吗？ 尤为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是于幼梅。于幼梅正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我是丁爱嘉，从前是，现在是。 以后也是。没错，这是我当年做的一例手术。那太好了。那我问您，您可不可以跟我去见一下这个小女孩的爷爷？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说，我不可能答应你。 我是个医生，医德告诉我，我不能透露病人的信息，一点都不行。您口口声声说医德，当年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一点都不道德。您知不知道，因为这件事，一个小女孩被迫离家15年，她的母亲惨遭不幸，父亲也差点和她阴阳两隔，就连爷爷也被人控制住，面临家产被骗走的危险。 难道这就是您一直崇尚的医德？你这样无凭无据的来指责我是没有用的。我不是一个分不清黑白的医生。如果你能够证明你刚才所说的话，我倒是愿意站出来为你作证。袁大夫真的这么说？对。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确实的证据，证明这个丁爱嘉是假的，再去说服他。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我们如果有证据，还找他干什么？你不就能拿着那些证据去见你爷爷了吗？这医生真是死脑筋。
亏他还是斩获了很多国际大奖的整容专家呢。我看充其量也就是个老古董，迂腐陈旧可笑，竟跟我大谈什么病人隐私，什么医德。他要真有医德的话，当年就不会帮你姑姑做那种事情。你也别太着急了。如果那个元朗不出来作证的话，我去找别人。我就不相信，当年做那台手术的人只有他一个人知情。我去找他。哎，你去干嘛呀？我要再去找他试试。试试？难听的话你还要继续听吗？他也是为了负责任才这么说的。你换个角度想一想，如果说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去找他，那岂不就乱套了？再说了，就这一次我就被打败了吗？我于右威是这种性格吗？这是我的风格吗？如果说一次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去2次；2次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天天去，直到他愿意相信我，愿意替我作证为止。还有这些，袁大夫。姑娘，我相信你的确认识丁先生和于女士。从照片上看，你们还很熟悉。不过，光从照片上看，它也不能说明你就是他们的女儿啊。所以，非常抱歉，我不能给你作证。袁大夫。你还记得这个胎记吗？您为什么不想一想，当年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胎记呢？那个姓韩的年轻人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了很清楚了，医生有医生的职业操守，除非警方调查取证，否则我不能透露病人的任何信息。不管什么理由，我不需要您透露任何的信息，我只需要您承认您做过这个手术就可以了。小姑娘，你没听明白我说的话？我当然听明白了，而且我也懂。我只是没有办法理解，您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？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呢？或许对于您来说，这根本不算什么，根本一文不值，毫无价值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或许因为这次机会，我就可以跟我分开了15年的家人相聚。我只是想要回家，回到原来属于我的家。这难道有错吗？姑娘，我是打心底里相信你说的话，我也很同情你的遭遇。不过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听了这样一个狗血的故事，就去帮助人家，啊，争取什么回家的机会。所以，我也请你体谅一下我。不管您是否帮我争取这次机会，我还是非常感谢您的。袁大夫，如果我可以让您相信，您给他们做这个胎记就是为了跟我调包的话，您是否愿意考虑一下？不会是违背原则的事吧？当然不是，只是需要您的配合。好，那我考虑一下吧。谢谢。
这回我可以配合你一次。不过如果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证明，当年做胎记的那个女孩子顶替了你，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打扰我，好吗？为什么你把元朗的事情告诉艾佳？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。幼美一定不希望当年的事情败露，所以她一定会去找元朗。只要她开口让元朗保密，元朗就应该会相信我说的话。可是你没有想过，万一他用钱把元朗买通了呢？这个元朗是我们很重要的证人。他不是很有原则、很讲医德的医生吗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你会不会想得太简单了？但我们现在除了选择相信他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虽然暂时想不到办法，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没时间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。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哦，你是丁总丁爱佳的助理，我们前2天还聊过的。对。其实我今天过来呢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之前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袁院长的消息，现在有了吗？这个，我上次已经跟您说清楚了，他现在不在医院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们丁总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。如果说你一旦有袁院长的消息，请第一时间务必给我们丁总打一个电话，好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那谢谢你了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啊？难道来大明星了？来了一位高资历的专家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医院资历最高的不就是主任了吗？难道还有比主任资历更高的人啊？今天这位啊，论资排辈都能当他们的祖师爷了。听说咱们诊所名字的其中一个字还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呢。说的那么玄乎，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元朗袁大专家呀！元老，吓着了吧？哎呀，袁院长，袁院长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都瘦了，保重身体啊！哎，好久不见，袁院长，好久不见了，发现了吧？这就是元老。对呀，恭喜啊，你都收学生了。你好，院长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！是啊是啊，没想到院长还是这么有风度。袁院长，是，只要那个小女孩知道您出现了，我相信她一定会来拜访你的。这就是你们做了1个星期的成果。我们的帆船参加的是帆船交易大会，所以在展出布置上不能都是跟帆船有关的东西。你们也知道，这次参会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帆船厂，他们的布置肯定是大同小异。那我们丁氏呢？丁氏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，所以我们丁氏要有自己的概念和创新。然后，丁总，有人打电话找您，你没看见我正开会呢吗？那人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。谁啊？他说他是何美家的护士。何美家，你把电话接到我办公室。好的。你们先讨论一下。丁总，喂，我是。什么？你确定那个人是元朗？好，你稍等一下。袁院长有人找您，请人家进来吧。好。是元朗医生吧？啊，是我。估计您都忘了，当年您给我做过胎记手术。哦，请坐吧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这个手术大概做了有15年的时间了吧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
我一直吩咐助理在找您。这儿啊，我打过招呼了。刚才是医院护士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急忙赶过来了。其实啊，就是想过来谢谢您。嗨，谢什么？不过是一例手术罢了。可是我想知道，人家都是去除胎记，你怎么要印胎记上去啊？我当年失踪之后啊，我妈受了刺激，导致她精神不稳定。后来我回到家呢，她就一直误以为我身上有胎记，这个我家人急的，所以就出此下策。我不瞒你说，之前有人找过我，可是说的话正好和你相反。袁医生，我相信你也知道，我们丁家呢，也算是小有名气。自从我失踪后啊，就时不时的有人过来认亲。最可笑的是，我都回家了，还不时会有人上门寻亲。所以啊，你说这种事儿，我都习以为常了。今天呢，我来这儿就是有2个目的：一啊，就是过来谢谢您；二呢，就是希望您替我保密。医院为病人保守秘密，这是我们做医生最基本的素养。除非是警方调查取证，否则，你放心。警察？您的意思是警察过来找过您？警察已经约过我调查了。不过，艾佳小姐，请你放心，警方调查清楚了，自然就没有人再骚扰你了。袁医生，我今天过来呢，其实早打听过了。我听说您大儿子的整形医院，因为一点医疗纠纷快破产了，您好像一直在找投资吧？所以呢，我今天来，我想，这点钱，应该可以救急了。你在收买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就只是希望袁医生您不要听信那些人的谣言。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清者自清。现在可只有我才能救您儿子啊！你开个条件吧。很简单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把当年的事情都给忘记。看来袁医生呢，还是不想跟我合作了。那我也实话告诉您吧，我爷爷呢，他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就算你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他根本就不会相信的。做人呐，要务实。对了，这钱呢，也就不归袁医生您了。病历的原始文件已经找到了，多亏当年我留了一份这个扫描的电子版。谢谢你啊，袁院长。谢谢您遵守我们的约定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您可以跟我一起去见我爷爷，把事情跟他讲清楚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重新争取一次做亲子鉴定的机会。如果你爷爷像他说的那样，就算我出来认了，他也不会相信你的，那怎么办？这个你放心，除了这个，我还有其他的人证和物证。这一次爷爷绝对不会再被骗了。